这位贫困的老师突然掏出300万帮学生还债，唯一的条件是希望他能认真学习。意外的是，学生不但不感激，还大声让他离开。学生不愿意，老师就把钱放在他面前，并告诉他每过5秒就会拿走1万，直到他同意为止。永介的自尊心非常强，他通常不接受别人的施舍，但考虑到父亲留下的巨额债务，又看到母亲在一旁苦苦哀求，自尊的他只能接受老师的条件，回到学校认真学习。时间回到几天前，他的名字叫樱木，原本是一位贫穷的律师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樱木接手了一起私立学校破产的案件。龙山高中因为长期经营不善，学校管理松懈，学生们每天游手好闲，不爱学习，升学率极低，还欠了股东们不少钱。于是股东代表委托樱木进行破产清算，这让樱木陷入了深思。突然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自己从业多年一直无法成名，与其仅仅收取一点律师费，不如借此机会尝试让学校重组。如果能成功挽救这所即将倒闭的学校，自己在业界的名声必将大增。立刻行动。第二天，樱木就急匆匆地赶往学校，路上偶遇被追债的永介，他立刻上前干预。对方看到樱木的律师徽章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好暂时放他们一马。永介虽然感激樱木，但嘴上不表露。樱木没理会，转身就走。他到了学校，向校长展示了自己的计划。看到有人愿意帮忙整顿这烂摊子，校长非常赞成樱木的提议，把学校和学生的资料都交给了他。樱木这才发现，之前遇见的永介正是这所学校的学生。他成绩不好，经常逃课，于是樱木决定从永介开始改变。他让校长召来了永介的班主任，希望老师能带永介过来配合他的工作。但景野看着他的外表凶神恶煞，认为他不像好人，不愿意配合。景野回班级想叫永介出来，但同学们吵闹不休，根本没听他的话。这时他发现永介今天没来上课，没办法，只好带着成绩也很差的直美去见樱木。樱木让直美静静地听他讲话，只需站在那里，无需说话。然后他召开了全校的股东大会，宣布他要让这所升学率极低的学校至少有名学生考入东京大学。股东和老师们认为他在胡说八道，这所高中别说东大，连普通技校1年也考不上几个。樱木耐心地解释，他将设立一个特别培训班，用自己的方法激励学生。今年的目标是5人，明年是10人，以后每年有100人考入东大。随后他把直美叫了进来，老师们都知道直美的成绩，纷纷表示出他们的质疑。但樱木认为，在应试教育体系下，考入名牌大学只是时间和毅力的问题，只要有合理的计划和足够的努力，他有信心带领龙山高中走出困境。股东们本来不同意，但考虑到学校账上几乎没钱，与其让学校倒闭而无法回收投资，不如给樱木一个机会。于是大家同意了他的计划，决定让龙山高中暂停运营1年。但樱木没想到，当学生们得知他的计划后，竟然集体提出抗议，场面1度失控。这位老师隔着20米随手一投，篮球直接进入篮筐，这一幕让大家都惊呆了，纷纷投来敬佩的目光。他随后宣布，如果不想继续颓废，就加入他特别设立的班级，仅限5个名额。他将用自己的方法帮助这5人考入东京大学，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。但一向桀骜不驯的永介却提出反驳。樱木则回到讲台向大家解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但能真正实现他们的人非常少。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运动员，都是凤毛麟角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学习，考一个好大学，选择一个好专业，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永介对此表示非常不屑，直接离开了。回到办公室，老师们对樱木的做法很不满。如果一个律师都能直接成为班主任，那他们将成为家长们的笑柄。于是他们提议，如果樱木的班级招不到名学生，那就请校长开除他。另一方面，同学们对樱木的班级感到好奇，但没有一个人报名。这在樱木的预料之中，樱木已经有了应对策略，正是今天公开顶撞他的永介。如果他能加入特训班，其他学生自然会信服。第二天，永介带着自己的乐器在二手商店门口徘徊。原来永介一直梦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小号演奏家，为此还特别组建了乐队。但自从父亲欠债逃走后，银行抵押了他们家的工厂，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。看着无助的母亲，永介非常心疼，于是决定卖掉自己心爱的小号来还债。但当到了商店，老板只愿意出3万买下，永介急需用钱，只好低价卖掉。这一幕恰好被樱木看到。樱木告诉永介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，卖东西时总会被压榨，如果想改变现状，就加入他的培训班。永介很不喜欢樱木的做法，不再理他，扭头就走。但樱木没有放弃，一路跟随他。回到家，发现债主又来讨债，债主得知樱木是律师，只好离开。但永介还是不领情，把樱木赶出去，随后关上了大门。为了补贴家用，永介不得不在半夜去工地打工。在那里，他意外地再次遇到了樱木。永介这才得知，樱木在成为律师之前，曾是一个荒废学业的不良少年。后来他决心改过自新，才走上了正轨。他们一起干了一晚上的体力活，干得连腰都直不起来。樱木这时对他说，是选择吃生活的苦，还是学习的苦？希望他能仔细考虑。见永介仍然不愿意，樱木只好想出其他办法。他又去找校长，借来了学校仅剩的300万，然后直接去永介家，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加入他的班级，这300万就可以用来还债。永介本不想答应，但在无奈之下还是接受了。他非常不甘心，跪在那里低头沉思。
没想到，樱木竟然把他心爱的小号赎回来了。樱木的行为让永介深思，与遥不可及的梦想相比，现在能做的不就是证明自己吗？那一晚，永介和乐队进行了最后一次表演。第二天，他按照约定来到了樱木面前，表达了自己想要努力学习的决心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带来了班上的3名好友，一起参加樱木的特别培训班。但樱木让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挖坑，在坑里种下了一棵樱花树。他给这棵树取名为龙樱，被誉为龙山高中的樱花树。他对永介说，明年樱花盛开的时候，就是他们考上东京大学的日子。现在特别培训班还差一个人，而樱木已经有了人选，那就是股东大会上一定能考上东大的直美。但出乎意料，当樱木邀请他加入班级时，直美却断然拒绝了。这个老师的班级只有4个人，教学方式也非常特别，他把数学教学和乒乓球结合起来了，把问题通过乒乓球打出去，学生想出答案后再用球打回来，通过这种反复练习培养出条件反射，目的是提高学生们的反应速度。这种奇特的做法引起了直美的注意，樱木老师借此机会邀请他加入班级，但直美拒绝了。在他看来，仅仅努力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。直美的态度让樱木思索很久，想要让他加入，必须另辟蹊径。于是，樱木去直美家的酒馆探听情况，恰好遇到直美的继父回来。从对话中得知，这家小酒馆即将被改造成酒吧。直美突然冲出来反对，原来他的亲生父亲因工作过度劳累而过世，这个酒馆是他父亲留下的最后记忆。直美虽然不愿意，但继父坚持要拆除重建，还傲慢地说，让直美高中毕业后回来帮忙，用他的成绩连技校都考不上。继父的势力观让直美非常愤怒，两人因此大吵起来。母亲则站在继父一边支持他。这时樱木老师站出来，他对直美的母亲说，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轻视，即使现在直美学习成绩不好，她也有能力考进东京大学。樱木给直美提出2个选择，一是加入他的班级，努力学习，争取考入东大，摆脱这种底层的生活；二是听从母亲和继父的话，高中毕业后回来当打工妹。没想到这话一出，母亲依然坚决反对，她质疑直美的学习能力，甚至当众嘲笑女儿的智力。在她眼里，没有成果的努力只是浪费时间。樱木和直美的母亲打赌，给她5天时间，5天后由学校出题进行考试，如果直美的数学能考满分，就同意让她参加特训班。母亲坚信直美做不到，所以给了樱木5天的时间，想看她出丑。至此，5人的特训班正式成立。那晚直美坐在泳池边彻夜未眠，她对永纪说，最初只是想跟母亲赌气，结果不知不觉加入了这个班级。数学考试满分更别提，连及格对她来说都很难。但永介安慰她，至少努力过就不会后悔，没有人生来就是天才，至少要在母亲面前证明自己，不被任何人看不起。第二天一早，魔鬼般的特训正式开始。樱木让他们边跑边背公式，把基础记忆变为条件反射。回到班级后，大家累得不行，继续进行试题练习，每个人都非常努力，甚至午餐时也在复习。直美每天学习到深夜，除了睡觉就是在教室，努力总会有收获。模拟考试的最后一天，大家居然都考了满分，大家都非常高兴，原来努力总会得到回报，对明天的正式考试充满信心。直美，你真的很努力。第二天，在直美母亲的监督下，大家满怀信心等待考试，但一看到试卷，大家都惊呆了，题目太难了。没办法，直美只能硬着头皮开始答题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直美几乎答不出几道题。考试结束，她连一半的题都没答完，更不用说考满分了。樱木这才说出实情，他出的都是基础题，考满分本应很正常。他早就知道直美考不了满分，这让永介非常生气。这是直美第一次这么不甘心，他捂着脸开始哭泣。他的母亲看着这一切，发现女儿不知何时起已经变得勤奋，这改变了他对直美的看法。尽管这次没能得满分，但他坚信女儿终将有所成就，这让直美感到非常高兴。他也理解了樱木老师的意图，班级因此变得更有团结力。樱木看着学生们露出了微笑，他对景野说，盲目学习是无效的，更重要的是认清自己是否适合读书。当人开始不满现状时，这种不满会转化为持久的动力。他希望学生们能明白，努力不只是5天，而是一生的探索，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樱木的特训班将继续，为了提升学生们的数学成绩，他邀请了一位神秘老人。这位老人的教学方法迅速提高了学生们的成绩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数学老师，他使用一把5米长的教鞭，留着蓬松的胡子。他培养了许多名牌大学的学生，他是樱木的恩师，名叫刘铁。为了提高成绩，樱木特意登门拜访，请他来。刘铁的教学方法很特别，他宣布废止传统的题海战术，要求学生完成一本厚厚的题目，然后拿出一条紫色头巾，让成绩最差的直美戴上。刘铁说，每天他都会让大家做大量题目，成绩最差的需要戴头巾。直美虽然不愿意，但只能遵从老师的安排。第一次测验开始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这次直美考得很好，相反却成了倒数第1。永介的事情让他非常愤怒，他已经厌倦了每天的刻苦学习，一怒之下他离开了班级。其他学生想叫他回来，但被樱木阻止。这正是樱木的策略，他认为只有让学生感到羞耻，才能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。放学后，永介还是很担心，
他和景野老师一起出去寻找他，其他学生则留在教室继续复习。刘铁突然拿出一副扑克牌，提议大家玩一个游戏，将牌面的数字相加，谁先加到就赢，输的人需要戴上丑陋的白色头巾。这个游戏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，实际上每次数字相加都在锻炼他们的速算能力。几轮游戏下来，学生们的计算速度有了显著提升。如果将这种速度应用到考试中，肯定能提高答题速度。第二天，景野突然找到樱木，向他借摩托车。原来香饭离开班级后，又开始和以前的不良少女混在一起。景野希望他能回来认真学习，但香饭觉得老师们一直不尊重他，他表示愿意回来，但条件是要和他的朋友们进行一场摩托车比赛。如果景野赢了，他就跟他回去。这就是景野想借摩托车的原因。但樱木突然告诉他，香饭的离开可能并不是坏事。樱木继续解释，如果一切都顺利，没有波澜，可能会减少大家的学习动力。香饭的离开让大家感受到了危机，个人成长必须经历挑战，不断遭遇挫折和困难，只有克服困难才能成功。这就是他不急于让香饭回来的原因。等他经历足够多的苦难，他自然会回到班级。但景野老师还是坚持要参加比赛，用自己的方式把香饭带回来。比赛规则很简单，大家骑摩托车向海边驶去，在到达海边之前，谁先刹车谁就输。比赛正式开始了，景野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，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，也许是出于对学生的热爱和真诚。此刻的景野已经无所畏惧，但他还是没能及时刹车，结果不小心掉进了水里。幸运的是，景野并没有受重伤。香饭看到这一幕很困惑，景野对他说，对待学生，坚持不抛弃不放弃是基本原则，希望香饭能回到培训班。至此，香饭终于意识到了问题，这个5人特别培训班终于全部回归。刚回到班级，作为香饭逃学的惩罚，樱木要求全班做2倍的练习题，又给他戴上了紫色的头巾。为了学生们的全面发展，樱木费了大劲邀请了多位老师，但这些老师的教学方法都很奇特。一位奇怪的老师突然伸出舌头，然后拿出了自己的教学秘籍，他用简单的漫画来解释物理知识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原理。新来的语文老师也是如此，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，学生们进步很快。但这让樱木既高兴又有些忧虑。目前还缺一名英语老师，他原本打算通过一个考试来从学校内部选拔，但考试还没进行完，校长突然闯了进来。他告诉樱木，特训班的英喜惹事了，现在已经被警察带走了。樱木急忙赶到警局询问情况，这才了解到，原来英喜是在咖啡厅，在那里吹嘘自己的学习成绩。旁边的次游听到后不屑一顾，他是隔壁名校的学生，看不起龙山高中的学生，说你们这种笨蛋是不可能考上东大的，光是去考试就够让人烦的了。这番话激怒了英喜，3人立刻起了争执。这时次游的哥哥狼突然出现了，他看起来有点傻气，似乎不太聪明。原来他们是双胞胎兄弟，弟弟次郎一直认为哥哥比较笨，哥哥就读于龙山高中，这让次郎在同学面前感到很丢人。英喜非常生气，抓住了他的衣领，但他并未动手。随后他们被带到警局，学生向樱木报告，次郎打了他哥哥狼，狼的脸部受到了严重伤害，但在警局，次郎却诬陷是英喜打的。了解情况后，樱木向警察展示了自己的律师身份，他希望能单独与英喜谈谈。在审讯室，英喜告诉他，他明明没有打人，但双胞胎的哥哥为了保护弟弟，又不愿连累其他人，坚称是自己摔伤的。现在他无法自辩，无论如何解释，警方都不听。没想到身为律师的樱木却建议英喜先承认打人，因为按照规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英喜只需写一份检讨书，警方就会放他出去。英喜虽然不情愿，但他不能耽误特训班的课程，只好同意樱木的建议。另一方面，双胞胎的妈妈来接他们回家，一直责怪哥哥，仅因为哥哥笨，就公然偏向弟弟次郎。在他眼里，任何耽误次郎学习的事都是不对的，他也一直看不起笨笨的哥哥。两人回到家后，父亲不仅不关心一郎的伤势，还责怪他连累了弟弟。郎感到很委屈，明明是弟弟打的自己，却不能说出来，这种善良成了别人欺负他的手段。另一方面，樱木查看一郎的资料，陷入沉思。他突然发现一郎虽然智商不高，却是龙山高中少数非常用功的学生，做任何事都非常认真，这引起了樱木的兴趣。他立刻找到了一郎，樱木把一郎带到了弟弟面前，询问他是否打了自己的哥哥。一郎为了保护弟弟，仍然声称脸上的伤是自己摔的。樱木不相信，一郎当场演示了如何摔倒，一次又一次的把脸狠狠地磕在地上，脸颊已经布满血丝。弟弟最终忍不住了，弟弟还是不认为自己有错，高声要一郎离自己远点，这让一郎彻底心寒。从小到大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他都在疼爱着弟弟，但在弟弟眼里，他只是个笨蛋。樱木给了一郎一个选择的机会，要么继续逃避现实，继续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，要么正视现实，不管多痛苦，从头开始，加入他的特训班，考入东大，成为一个比弟弟更优秀的人。樱木继续说，只要考上东大，笨蛋就不再是笨蛋。世界上有一种天才，就是坚持一件事并拼命努力的人，这种努力非常恐怖，当他觉醒时，无人能敌。一郎就是这样的努力天才。一郎慢慢站起来，郑重地对樱木说，他要加入特训班，考入东大。东大特训班又多了一名学员，在老师们的鞭策下，大家一起快速成长。但樱木仍然愁眉不展，他还缺一名英语老师。
当他找到一名优秀的英语老师后，景野却被迫辞职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英语老师，他把语法和舞蹈音乐结合起来，让学生通过唱跳的方式学习，使得枯燥的英语课变得生动有趣。学员们立刻喜欢上了这位老师，但景野突然提出反对，他对这位老师的学历表示怀疑，对其教学方式非常不满，认为这是误导学生。接着两人开始争吵。时间倒流到几天前，特训班一直缺少一位优秀的英语老师，景野作为英语专业的自然开始教课，他认真地教学生们语法，但传统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提不起兴趣，学生们一个个都快睡着了。景野逐渐失去了威信，樱木看在眼里，立刻决定找一位优秀的英语老师。出乎意料，他和景野一起去了一家酒吧，在那里见到了一位奇怪的男人，决定把这个男人带到班上来教书。他到班级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所有人起立，然后开始跳起来唱英文歌。这种奇怪的行为很快吸引了学生们的兴趣，学生们纷纷跟着唱跳起来。景野看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，立刻站出来阻止。于是樱木提出一个建议，如果景野有异议，可以举行一场比赛，川口老师将带领特训班密集训练3天，景野可以自由选择学校里他认为合适的学生参加。3天后进行英语考试，败者必须辞去英语老师职位。其他老师开始给景野出主意。龙山高中有一个在海外长大的学生，他的英语非常好，只是因为学科不平衡才来到这里。看到胜利在望，景野立刻决定参加比赛。密集训练正式开始，景野找到了那位海外归来的学生，把所有东大历年的试题都复习了一遍。他们每天都学习到很晚。而另一边，特训班的学生们都有些沮丧，怎么可能考过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？但樱木告诉他们不要担心，然后拿出了2篇东大历年的英文考试范文，一篇使用了很多复杂的语法，看起来很专业；另一篇只用了最简单的单词。川口告诉他们，使用复杂语法的只能得到5分，而简单单词的可以得到满分15分。见学生们感到奇怪，他快速解释，他是东大的资深英语教师，他们的评分并非看答案的正确性，而是通过找出单词拼写错误或者语法错误来减分。也就是说，简单的作文在考试中更容易避免错误，相反，使用过多难写的单词更容易出错，从而被扣分。学生们顿时明白了，有这样一位来自东大的老师，这次比赛他们肯定能赢。但樱木的目的是让学生理解其中的道理。他对学生们说，自己是律师，交际面广，是在工作中认识了这位东大的教师，从而了解到东大的评分标准。这就是信息差的力量，只有当你足够优秀，才能结识更多杰出的人，获得重要的信息差。利用这些信息，不仅能增加自己的知识，还能实现阶层跨越。因此他希望在座的每位同学都能考上好大学，成为更优秀的人。终于到了比赛的日子，那位海外归来的学生非常看不起特训班的学生，眼中满是轻蔑。考试正式开始，题目要求根据图片写一篇英语作文。特训班的学生词汇量不大，但他们只用最简单的语法写作，而景野的学生为了显摆，作文中使用了大量难拼的单词，还有复杂难懂的语法结构。考试结果很快出来了，樱木的学生们几乎没有犯错误，得分都很高，而那位海外学生因为自负犯了很多错误，只得了分。樱木继续讲述，景野太过依赖那名学生，没有为他安排任何竞争对手，这是孤军奋战。而特训班的学生每天努力练习，相互弥补之间的各种不足，形成团队合作，成功。离不开团结这2个字，景野老师彻底认输了，只好辞掉英语老师的工作，失落地离开了学校。没想到同学们突然非常不舍景野老师，纷纷追了出去，希望他留下。原来这是学生们落入樱木的计策。樱木意识到景野失去了威信，故意让景野以辞职为赌注，等学生们意识到离不开景野老师，自然就会请求他回来继续教学，这就是班级的凝聚力。这时校长突然慌张地出现，宣布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，一个老师正在分享高考秘诀。突然有大量媒体争先恐后的采访，这引起了樱木的不满，命令媒体立刻离开。记者表示已经得到校长的允许。原来校长为了提升学校的招生效果，特意邀请媒体来宣传吊车尾高中逆袭东大的故事，立刻吸引了媒体的关注，因此媒体纷纷前来报道。但校长的行为打乱了樱木的计划。媒体报道后，同学们的行为被家长知晓了，一些家长在鼓励，而另一些家长质疑孩子的能力，言辞中带有嘲讽，这让同学们感到压力。急于证明自己，樱木给了他们一个机会，那就是参加东大的模拟考试，用考试成绩反击那些看不起他们的人。学生们立刻充满了动力。樱木随后让媒体离开，偷偷告诉他们一个重要消息，虽然这只是模拟考试，但也是东大评估来年招生比例的依据。樱木分析后，建议学生们都选理科模拟考试，原因很简单，基于他们的基础较差，与需要长期记忆和死记硬背的文科相比，理科只需要掌握一些基础公式，只要能灵活运用这些公式，考入东大就不是难事。学生们顿时豁然开朗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同学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媒体的监视下，这给大家带来了巨大压力，都担心模拟考试失败成为别人的笑柄。因此永介提出了建议，希望老师们加快教学进度，延长每天的学习时间。景野便召集老师们开始讨论，但樱木对此提议表示反对。樱木继续解释，这次模拟考试主要是为了了解实际水平，通过成绩找出学生们的不足，从而制定更合理的教学计划，急功近利反而会适得其反。其他老师也同意樱木的观点，景野只好放弃这一提议，
在优秀老师的带领下，同学们变得更加努力，大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准备，日以继夜的努力学习，满怀斗志，证明自己。终于迎来了考试前的最后一天，樱木拿出了他的终极策略，那就是考试心态的调整。他告诉学生们，很多平时成绩优秀的人，一到考试就变得异常紧张，导致不能正常发挥。他并不期望每个学生超常发挥，但希望他们至少做好自己能做的题，确保做到。调整心态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把敌人想象成自己，而不是其他考生。压力大多来自于比较，只要想象这场考试只有自己参加，就能从容面对。终于迎来了考试日，媒体已在门外等候多时，大家都想看看笨蛋高中的学生怎样逆袭东大，这无疑给学生们增加了不少压力。考试前大家都有些紧张，永介想着要考出好成绩，不让母亲失望；英喜想着父亲的嘲讽，满怀斗志；一郎面对那些瞧不起他的人，不再表现出懦弱。虽然这只是一场模拟考试，但每个人似乎都把尊严压在了这上面，全力以赴。而在另一边，樱木和其他老师们都在默默为学生们祈祷，这是检验他们教学成果的关键时刻。学生们能取得好成绩吗？这几位与众不同的老师正在等待考试结束的学生回来。当大门开启时，学生们个个昂首挺胸，满面春风。随后，老师们让学生们拿出各自记录的答案，开始为他们估分，这样可以提前了解考试成绩。没想到批改完成后，樱木的表情变得非常严峻，每个学生的成绩都没能及格，这意味着全班都被评为一级，与进入东大的 A 级目标相差悬殊。这话一说出来，每个学生都感到很受打击。媒体看到这样的结果也撤离了教室。原来笨蛋高中逆袭东大只是个玩笑。永介提出了疑问，为什么如此努力还是考不好？但樱木只淡淡的说，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水平。相反忍不住了，他原本希望用这次考试的成绩来证明自己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是笨蛋班，之前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。在绝对实力面前，他们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，大家都非常愤怒，开始质疑樱木的教学方法。没想到其他老师其实早有预料，从决定参加这场模拟考试的那一天起，老师们就预测到了这样的成绩。他们原本是想用这次考试的失败来激励学生，没想到学生们会有这么大的反应，大家都觉得自己被愚弄了，愤怒地离开了班级。但樱木并没有阻止他们，只是让永介告诉大家特训班暂停2天，2天后早上7点在龙樱树下重新开始特训。现在班级里一个人也没有，这可能意味着学校会考虑解散他们。眼下的任务是让大家都回来，但樱木看起来一点也不慌张，还在让景野准备接下来的复习资料。他坚信学生们一定会回来。景野的反应非常不同，应该教他们如何钓鱼，而不是直接将成果递给他们。教人捕鱼不如教人鱼，只有掌握了自学和自我认知的能力，他们将来才能在社会上立足。因此这次模拟考试是让他们进行自我认知的一次机会，鼓励他们自己思考，培养他们独立判断的能力。没有哪个老师能一直教他们到老。景野突然明白了，樱木随后让他打印了很多趋势图，分发给每位学生。同学们一开始都看不懂，于是在集训那天都回来找樱木，向他求解答。没想到樱木带他们去了东大校园，体验那里的学习氛围，然后突然大叫他们是笨蛋，引起了周围大学生的注意，说这里应该有人在高3夏天时平均偏差值还没有达到50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让这些笨蛋知道一下？这话一说，真的有几个学生走了过来，他们以前学习很差，但高3那年努力逆袭考上了东大。樱木拿出那张趋势图向大家解释，蓝色代表从小学习基础好的学生的成绩，红色代表基础差但后来努力的学生的成绩。因为大家的基础本来就薄，所以一开始努力的效果看起来不明显，但随着坚持不懈的学习，知识层面逐渐丰富，终将有一天赶上那些优秀的学生。这张趋势图是根据东大公开的数据总结出来的，也就是说这次模拟考试并不能代表1年后高考的真实成绩。学生们听后信心大增，他们重新回到了特训班继续学习。几天后，他们的模拟考试成绩正式公布，结果和老师估分的一样，大家都被评为1级。就在大家感到沮丧的时候，狼看着自己的成绩呆住了，他考到了D级，只比自己的弟弟低5分，这给其他同学带来了希望，原来自己还不够努力，这个班级一定能创造奇迹。而樱木的计谋也因此败露，他故意让老师在估分时刻意降低学生们的分数，景野这才理解樱木的苦心。正当大家认为全班可以继续努力时，直美家里发生了事故，她的母亲突然感到眩晕，接着就倒地不起。女儿第一时间发现了母亲晕倒，急忙将她送往医院。母亲经过紧急抢救，暂时脱离了危险。医生告诉直美，母亲可能因为过度劳累和休息不足，患上了严重的脑梗塞，需要住院治疗。这对正在准备高考的直美来说是晴天霹雳，她正忙于高考的准备，母亲住院需要人照顾，没人打理的家中餐馆就无法营业，无法支付治疗费用，所有的重担突然落在了这个小女孩身上，这意味着她已无法投入特训班的学习。直美伤心的独自一人行走在街上，恰好遇到了永介。尽管永介怎样询问，直美还是装作坚强，没有告诉她自己遇到的困境。第2天上课，直美一直担心着住院的母亲，整个人显得萎靡不振。永介察觉到了她的心事，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下课后，樱木老师突然找到永介，让他和直美一起参加明天的新生招生会。可是到了招生会现场，作为笨蛋代表的龙山高中却无人问津。
樱木看起来并不焦虑，反而让他们观察现场的家长。直美此刻多希望自己也有父母的守护，但现在家里的重担全落在了他身上，因此他有了这样的感悟。樱木察觉到直美有心事，会议结束后急切的询问，但直美沉思后突然决定退出特训班。见此情形，永介立刻追了出去。直美非常伤心，捂着脸开始哭泣。他们来到了河边，直美终于告诉永介他母亲住院的事，但永介不想让直美就此放弃，他坚定的承诺一定会找到解决办法。第二天上课，永介希望得到樱木的支持，没想到樱木对直美的离开毫不关心。樱木回答说，班级现在正好有5个人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损失，与其担心别人是否参加特训班，不如考虑如何提升成绩。永介感到非常失望，当场表示如果樱木不帮忙，他们几个会自己想办法。另一方面，直美的妈妈仍处于昏迷状态，白天直美需要留在医院照顾母亲，之后还得去超市买食材，她独自支撑着这个小家庭。正当她不知如何是好时，景野和全班同学都来到了医院，大家都表示愿意帮助直美。于是同学们白天上课，晚上帮助直美经营饭馆，通过轮班复习的方式，有人负责采购，有人负责照顾直美的母亲，大家分工明确，极大的减轻了直美的压力，这让直美终于有时间开始复习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。樱木看在眼里，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好事。他认为同学们的行为会降低学习效率，但他没有打算干涉。他的话语引起了景野的愤怒。景野质疑樱木的看法，认为同学间的友情不应被轻视，但现实却是残酷的，因为大家每天工作到很晚，还要抽空复习，导致大家都感到疲惫，不仅工作中出错频频，连上课时也常打瞌睡，这导致了同学们成绩的严重下滑。直美看着同学们的状况，心痛不已，她不愿成为同学们的累赘，于是她再次找到樱木，请求他出主意。没想到樱木竟然建议他放弃，继续回到特训班学习。这个学生不小心把饮料洒在了客人身上，尽管他们一再道歉，客人还是非常生气，表示以后不会再来这家店。饭馆打烊后，同学们都非常疲惫，竟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大家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，但还在坚持帮助直美经营这家店。第二天，直美把大家召集起来，当场宣布解雇了所有人。她忍受不了他们的笨拙，抱怨大家把客人都得罪了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尖刻的话。直美把大家赶了出去，一个人靠在门口哭泣。原来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学习，直美希望樱木能劝大家回去专心上课，但樱木让直美自己来解决，只要扮演一个忘恩负义的角色，同学们自然就不会再来帮忙了。所以直美才会说出那些尖刻的话，但她的演技太差，每个人都看出了直美的真心。回去的路上也流下了心疼的泪水，他们明白直美不想拖累他们，但目前没有其他办法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直美的妈妈病情终于有所好转，但她对直美退出特训班表示遗憾。直美回答说，她虽然退出了特训班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考东大的决心。同学们离开饭馆后，樱木当晚来找到直美，告诉她都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学生，但每个班级学习成绩还是有高有低，原因归咎于每个人的用心程度和学习能力不同，老师只能是引导者，努力还需个人坚持。所以直美虽然不得不退出特训班，她仍可以独自继续学习。通往成功的路不止一条，考入东大不仅仅靠特训班。樱木的话让直美豁然开朗，她向母亲表达了这些想法。虽然这条路独自一人走来并不容易，但每个人都为她做了详细的课堂笔记。她只是换了一个战场，和同学们一起战斗。转眼间到了10月，特训班的同学们学习非常努力，日以继夜的学习。直美一边照顾母亲，一边细致的查看每个人为她做的笔记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大家毫无停歇的学习，连上厕所的墙上都贴满了需要背诵的单词。终于熬到了元旦。元旦过后，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东大的中心考试，只有通过这场中心考试，才能获得参加高考的资格。樱木在龙樱下默默为学生们祈祷，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。随着大门开启，东大的中心考试正式开始。拿到试卷后，每位同学都在奋力作答。这一次，无论如何都要证明自己。考试持续了2天，在紧张的氛围中终于结束。老师们急忙帮同学们进行估分。随着成绩的公布，樱木郑重地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。高兴过后，同学们回到各自的座位上，开始为35天后的正式考试做准备。此刻的他们已经无所畏惧，这让樱木感到非常欣慰。老师们也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终极教学法，希望同学们最终都能考出好成绩。在高考前一天，樱木发放了那些写有笨蛋的头巾，他希望同学们记住那些曾经瞧不起他们的人，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。这位老师希望让曾经成绩垫底的学生在东大大放异彩。终于迎来了高考的日子，每位同学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前往考场。第一天的考试，同学们的表现都非常出色，表现非常稳定，这让大家对第2天的考试充满了信心。狼的弟弟看着哥哥开心的样子，破天荒地为他买了一个三明治，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弟弟的认可，这让他感到非常激动，高兴地开始吃起来。另一方面，永介陪着直美去探望他的妈妈，分享着当天考试的快乐，但他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并晕倒了。永介立刻抱住了直美的妈妈，他们一起从楼梯上滚了下来。考试时间到了，他们俩还没到，一郎的肚子也痛得厉害。他拿出弟弟给的三明治一看，立刻明白了，这三明治已经过期了10天。原来弟弟害怕他考上东大，
超过自己，故意给他吃坏了肚子，但他现在只能忍痛参加考试。永介终于匆忙赶到，在救直美妈妈的过程中，他右手受伤了，这肯定会影响他写作的速度。而直美的妈妈再次昏迷，直美只能留在妈妈身边，放弃考试。大家只能先进入考场。永介的手无法正常握笔，只能勉强用左手写字。一郎的肚子痛得越来越厉害，冒着大汗。直美抱着同学们为他准备的笔记偷偷流泪，他知道自己1年的努力白费了。考试最终在重重困难中结束，这一刻，同学们终于释放了长久的压力，他们已经尽力了，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。时间一天天地过去，终于到了公布成绩的日子。同学们紧张地来到东大广场，寻找自己的考号。也许是因果报应，聪明的一郎的弟弟竟然没考上。而另一方面，一郎证明了自己被东大录取，永介也通过考试顺利考上了东大，相反的努力也没白费。录取榜上清晰地写着他的名字。特训班6人中有3人考上了东大，这让大家既兴奋又感到遗憾，毕竟还有3人错过了这次高考。大家心情沉重地回到教室，樱木让大家回到各自的座位，并为考上的同学送上祝福。但没考上的同学没有得到他的安慰，他希望同学们能正视自己的现实，分析未考上的原因。永介原本想为未考上的同学抱不平，却看到樱木眼中充满泪水，他的心中已泪流不止。樱木也感到非常失落，他原本希望全员6人都能成功，但现实总是有遗憾，于是他向校长递交了辞职信。校长想要挽留他，但樱木还是决定离开。樱木转身就走，同学们急忙追了出去，景也希望樱木能留下。樱木改变了龙山高中和学生们，他离开后学校该怎么办？然后樱木对同学们说，考试只有一个正确答案，但人生不同，人生有无数种可能，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。尽管这次考试有人未通过，这并不代表他们的人生就失败了。高考只是人生众多阶段中的一部分，专注并坚持一件事，不同的选择也能带来不同的人生。同学们深受鼓舞，望着樱木远去的背影，他们都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。樱木离开后，收到了多所大学的教职邀请，名气逐渐增大。景野继承了樱木的精神，接任了特训班的班主任。永介正在努力准备司法考试，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，像樱木一样。直美和其他未考上东大的学生也未放弃，他们正在努力准备复读。虽然龙樱没能盛开，但也绽放了一朵小花，化作花瓣飞落在樱木手上。故事至此结束。我们不评价樱木的教学方法，但希望大家理解，人生是一段单行的旅程，尽管有遗憾，我们无法重来，不必纠结无法改变的过去，不如微笑地珍惜未来，